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麦师妹。今天给大家做生煎。生煎其实有各种流派啊，不仅仅是只有上海才有。然后今天做的是我最喜欢的鲜肉馅会喷汁的那种，里头那个汁其实就来自于肉皮冻，所以你需要一小块肉皮，先拿去汆水。我这里有大概50克的肉皮，首先汆一下水。之后呢，检查一下如果有多余的肥肉还有猪毛都清理干净。肉皮切小条，加一个小葱节，还有一块姜，换一锅清水，再下锅煮。小火煮大概40分钟，到肉皮都比较软烂的时候。肉皮跟水的量有一个比例的，大概1比8。煮的过程中水会蒸发，所以你要记住这个水的刻度。如果汤太少了，可以加一点水，加回到原来的比例。把煮烂的葱姜捞出来，肉皮连汤一起加入搅拌机，高速打成浓汤。接着再倒回小锅里，可以过下筛。如果有没处理干净的猪毛，这里也都会筛掉。继续小火煮3-5分钟就好了。然后倒入一个玻璃容器中，这个时候汤的质感你可以用手试试看，那种很粘嘴的猪脚汤大家都喝过吧？现在这个汤应该就是有类似那种质感，搓在手之间会有粘手的感觉。肉皮汤拿去冷藏之后会变成皮冻。接着来做面皮。中筋面粉400克加2克干酵母，糖1小勺，先搅搅匀，接着慢慢的加入230毫升清水，一边加一边搅拌，然后揉成一个面团，把这个面团揉到表面比较光滑，不沾手也不沾容器的程度就好了。盖上保鲜膜，先室温发酵一下，大概20到30分钟。在等待的时候，再来准备肉馅儿。首先姜擦成姜泥，把姜泥直接倒入150毫升清水中，葱花和花椒也一起放进去浸泡。一般做肉馅，我喜欢用肥一点的五花肉，但是因为生煎里头会加皮冻，所以我会用瘦一点的。今天我用到2种肉，一个是这个梅花肉，这个位置就是猪的大概肩膀这个位置的肉，然后这里是后腿肉。他说是后腿，其实应该是屁股和大腿连接的这个部位，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们这个脂肪的分布是不一样的。这2种肉你任选一种都行，或者混在一起也可以。接着来剁肉，把肉都切成小块，反正注意肥肉的比例能占到2-3成就可以了。然后拿菜刀来剁，如果你家正好有2把菜刀，可以双刀留，但因为我这个菜刀蛮贵的，我只有1把，3刀也可以了。注意，如果你在我这买了3德刀和牛刀的话，千万不要拿来剁肉馅了，会影响到锋利度的。剁成这样还有一点肉的颗粒感就好了。放到碗中，加盐、料酒、香油、糖、玉米淀粉，先搅搅匀。接着刚才泡好的葱姜花椒水过滤后加进去，分几次加，边加边搅拌，让肉馅起胶上劲。就是你能感觉到水分被吸收，然后搅起来比较费劲的状态。对了，不要忘记之前在发酵的面皮哦，因为我们这个面皮是要半发酵的，就是它发酵程度不要特别高。看一看它的大小有一些变化，然后戳下去会非常缓慢的回弹，但还没有发到2倍大哦。这个时候可以放到冰箱去了。一个是不要让它发酵过头，再一个是降低面团的温度。然后之前冷藏的皮冻也冻好了，可以拿出来。把皮冻都切碎，加入肉馅儿。我刚才做的皮冻大概有400克，这里只需要用1半就好了。拌好的肉馅也先放到冰箱去冷藏。接着把面团取出来，可以开始包了。先摁扁，把它均匀的按压一下，把里头的气都排出来，折叠成长方形。擀开，
然后卷成一条，然后搓长成一长条，就跟包饺子一样。切成小剂子，每个小剂子大概重13到15克的样子吧，不要太大了。包之前旁边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底下先均匀的撒一点油，然后也是跟擀饺子皮一样，按扁之后，一只手转皮，一只手擀，把它擀成外围薄、中间厚的面片。然后肉馅拿出来，面片中放一小团肉馅，然后就是包包子的手法。这样一个褶一个褶的均匀的捏起来，然后注意和包子不一样的是，生煎一定要把口捏得非常紧，尽量不要有漏的部分。包好之后，可以在顶端再用手捏一下，确保它完全密合。因为生煎和普通的包子不一样的，它是褶朝下放到锅里去的。我这一口锅子大概可以放14到15个小包子，每一个之间都留一点点空隙，因为它后期会膨胀的。注意包生煎的时候，手速尽量的快哦。因为你希望它们的大小均匀保持一致，包到后来的时候，面团会慢慢发起来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把面团拿到冰箱去冷藏的原因。这样温度比较低的话，发的没有那么快。现在可以煎了，准备葱花和熟的黑芝麻。好了，一锅包子都排好了，放到火上，先开中火，煎上1-2分钟，到底面上色，然后就加清水，加到半没过包子的位置，盖上盖子，转小火。大概需要8到10分钟，水分会完全的蒸发掉。当你再次听到锅里头有油滋滋的声音的时候，水分就基本上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开盖，打入葱花和熟的黑芝麻，再盖盖焖上大概半分钟到1分钟，就可以直接出锅吃了。生煎包不会像普通包子一样看起来那么饱满，它会有点这样缩回去的感觉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它是半发面。而且里头还有汤汁，内馅就是非常纯粹的肉香，然后加上肉皮冻带来的很鲜美的汤汁，配一点解腻的香醋，可以说是非常好吃了。希望大家喜欢。生煎的特点是它的皮是半发面，就是刚才我们只发了1次，发酵的程度没有那么高，这样它的皮才能够蓬松有弹性，但是又不至于说像包子那么蓬松，所以它还可以保有里面那个肉质。咬一口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放进去的皮冻起到的作用，里头会有这种很鲜美的汤汁，吃的时候小心，这个汤可能会飙出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节目，不要忘记收藏并分享哦。如果喜欢我本人的话呢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3都会有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